完了啦，我们这辆 Proton Gen 2真的完蛋了。这辆车啊，应该是前车主没有什么顾车、所以拿回来的时候呢，整个 engine bay 里面可以换的东西差不多都换完了。上一集呢，我们去这个 Segamat 啊，顺化那边呢，我们从那边拿了很多这一台车的 parts。今天这辆车就已经把它安装上去了啦，挖 cover gasket 啦 ，belting 啦，这个 belting 的东西全部换到完嘞，就是那个 fan belt、aircon belt 这个东西啊，之前我们拆下来的时候就有发现它是裂掉了的。你想象一下，它如果裂掉一条线，它就会增加0点几 mm， 这样它如果裂50条线，哇，它就会增加几个 mm 长度嘞。它的这个 tension 已经不好了，所以呢，这辆车的冷气啊也就不冷。我严重的怀疑就是因为这个 belt 它裂到它变长了，然后它的 tension 呢又顶不紧，所以它的 compressor 不会做工。这辆车的冷气是热到一个够力啊！我们每次坐他的车呢，开窗还量过关窗啊，真的很严重。所以啊，我们的阿 Man 呢，今天就已经把他的冷气的这些 belting 全部换好了啊。当然 compressor 没有换啊，那个比较贵，有钱我们才来换啊。现在我们急慢做，然后也进了 gas， 这辆车进了 gas 过后，冷气有了，终于是正常的 Proton 了。Proton 出名什么？出名冷气够冷，对不对？这辆车冷气不冷，哪里可以？驾什么车？驾到没有冷气？讲到 engine bay，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换黑油啦，啊，对不对？Service 一定要换黑油。今天我们换的黑油就是这个 Huber 新品牌啊，我没有看过，相信你们大家也没有人看过。非常感谢 Huber 厂商赞助我们，为我们的车做全系列的油还有水 filter 的更换。通常看到这种新牌子啊，你们大家就很紧张了的，可以用的吗？是不是中国来的？其实这个 Huber 的油啊，因为它要在马来西亚打市场，要在马来西亚卖便宜，所以它是以在马来西亚 packing 的方式来做生产。所谓的做 packing 啊，不是在马来西亚调这个油嘞，这个油不是在马来西亚生产的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是从欧洲 Europe 那边他们在那边生产，然后运来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装瓶子罢了，为了闪避一些马来西亚的税务东西，不然的话，这个油整装一罐这样从 Europe 过来啊，那个价钱是够力飞天的。可是这一个呢，价钱非常有性价比哦。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就可以找到一个 Facebook 的 link， 就是他们的官方 Facebook， 可以在里面做到询问啊，要做代理的朋友也可以联络他们啦。然后这个 Huber 的油呢，等一下我们就会把它倒进这辆车里面。当然，刚刚已经换了牙油，然后我们也换了一个新的 radiator， 可以看到，哦老喂，这 radiator 啊，虽然不是以前我的那个 Satriano 那种很多排散热比较紧凑那种 aluminium 的 radiator 啦，可是以一辆我们目前还没有要拿去跑赛道的情况的车来讲，它就是一辆 street car 换上一个全新的 radiator， 散热就会变得更好。之前那个旧的 radiator 啊，我们拿出来看够力哦，整个已经布满了灰尘、泥土、蜘蛛网、叶子，什么鬼东西都找得到。所以如果你要找我打 vacuum 的广告啊，我拿那个 radiator 来表演的话，应该是可以很好。那现在我们就交由我朋友这一间店呢啊，每次我们 service 车都是来这边啊。阿 Jeff 的那辆 Persona 也是来这边做 service， 以前我的 Satriano 也是来这边做 service， 就交由我们的朋友来为这辆车做一个更加完整的 service。完整怎样才算完整呢？换个黑油不是完整了咯？错，很多人以为换黑油就好了。其实啊，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是比较跟人家不一样，可以讲比较极端。可是这个极端是对你的车好的，尤其是这些老车、旧车、烂臭车。我们要拿去丢掉了，我们做好就丢了，不要了。因为很多人口面讲我们花钱买烂臭车浪费钱，我看丢掉好了，丢掉了，不要了。OK， 我们做的这个彻底的清洁是怎样做呢？有些人是好像洗肾这样啊，换血这样，拿那个油这样绕，用一架机器绕那个肮脏油出来，把里面的那些积碳啊什么东西弄掉。我们的做法呢比较简单粗暴，没有通过其他的机器，我们直接就是用那个原装的 engine oil 倒一个 flush 的那个清洁剂进去，让它 flush 一个10分钟，倒掉那个黑油，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Huber 的黑油放进去，不是这样就解决了嘞。一般上的人 service 车啊，到这边就 stop 了，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做法呢，是把这个 Huber 的油倒进去了过后，让它运作半个小时。可能我们出去吃东西啦，转一转啦，走一走啦，我们再回来把这个油放掉，放掉过后再倒新的 Huber 的油进去。这样子做呢，可能你们会觉得一定是厂商的套路。
要我买2桶油。其实不是，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倒那个 chemical 进去 flush 那个 engine 的时候，第一次 flush 它未必会把里面的那些 chemical 的东西清洁干净，里面也会有一些残留物啊。在下这个第一次的新油进去的时候呢，就是让它把里面的其他残留物，还有那些残留的 chemical 通通一次过洗干净、清除掉，我们再放新的黑油进去，让它有更好的保护到它的引擎内部，不会让那些 chemical 侵蚀，也不会让那些积碳啊沉淀在里面的肮脏物弄坏你的引擎。这个是比较彻底的方式哦。可是我觉得只要这样子做一下就完美了，而且不是每一次 service 我们都要这样做，因为这一台车我们不了解它的前车主有没有好好的顾车，有没有好好的保养它，所以我们拿到手第一次的 service 我们就做的极端一点、细致一点，把它一切有可能出现问题的问题通通解决掉，它就不会再有问题了，除非它还有问题啦。当然黑油网 oil filter 啊，我们也是买来2粒，等一下我们第一次换上的时候，第二次也会把它换掉，因为第一次 flush 过后 filter 嘛 ，filter 就是把肮脏的东西存在里面的，我们也会把它换掉。这个小钱来的，我们要省小钱。不是，我们要先出一点小小的钱，以后不需要再花钱修车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strategy。很多人可能会不相信，这样子 flush 还要换油1次、换油2次，这样换油第一次可能会浪费掉。等一下半个小时过后，我们把那个黑油倒出来给你们看，就知道它有几够力了。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期待。如果等一下倒出来油是星星美美的这个影片就不会出了。OK 啦讲一下又换人了，你没有精神错乱，你也没有进错频道，你还是在 Rider ATS 的这个 channel。那么没错，就像刚刚阿豪所讲到的那样现在是已经进了这个第2次的黑油我放点片段给大家看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也算是蛮黑的啦。在换了这个第2轮的黑油之后呢，确实是有上路走了一下，跑了一下，然后也在 workshop 这边，刚刚我们也 rev 了一下，让它的 RPM keep 在比较高，可能3000左右。主要就是先让这个黑油流到它的 engine 的各个部分去这样子才可以把那些肮脏彻底的把它们带出来洗干净嘛。然后其实在第一次换上这个湖北黑油的时候我跟阿豪都有感觉得出来，它的这个 engine 的声音确实是细了很多、静了很多嘞。这个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啦，因为每次我们自己也上网听人家讲，换黑油 engine 会安静还是讲，本来我们是不相信的，结果现在就摆在面前了，不信也得信我换了这个 AD09很潮的打压，现在再换了这个黑油过后engine 声确实少掉很多，现在就几乎只剩下那个打压声而已。大家讲的润滑好吧，我是这样子理解啦，engine 会比较 smooth， 声音比较幼没有这么粗的这个 engine 声了啦。其实很好理解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车的 engine 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组件所组合起来的，它里面当然有 bearing， 然后有些是一些 shaft， 一些 bush， 它们要摩擦，然后好像 piston 也是要在那个 piston wall 那边挂，所以如果是用到好的机油的话，润滑够的话呢，它在旁边挂的那个摩擦力也会减少，从而让它的整个摩擦的声音变得比较小。你想象一下，你整颗 engine 又有那些 valve 啦 spring 啦，那些全部有接触到那个机油嘞，本来有1000个声音，小小的声音组成的声音，现在可能变成只有500个声音这样子，降噪的那个可能性是肯定存在的。它这辆车好像我们现在塞车平时挨热的时候塞车这样慢慢会有一个好像铁磨铁这样。可是是频率比较快的一个铁磨铁的感觉，但是现在没有那个声音了，所以我整个感觉就是我坐在旁边，我以一个乘客的一个 feeling 来讲整辆车变贵掉。也可能是之前的那个黑油确实是用到不好的，还是怎么样，这个我就不知道啦。这次用的这个是 5W30 福利规格的这样子一个黑油啦，可能也是一方面可以让 engine 比较安静，这个也说不定啦。OK 啦，以上就是这个 Proton Gen 2系列在 Rider ATS 这边那么如果喜欢追这个监督系列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出去，小铃铛也要跟它读下去。Rider ATS 这边呢所看到的这个监督是等于一些番外篇如果你是喜欢追这个 Proton Gen 2系列的，看我这样子复兴这个 Proton Gen 2的话，都可以 subscribe 我的频道，在里面继续看到更多关于这个 Proton Gen 2系列的影片啦。我是 Ranger MAN， 他是阿豪 ATS， 我们下部影片见 ，Goodbye。